2017年11月，芝加哥西南郊，初冬的寒風透着肅殺，一輛不起眼的轿車滑進停車場，車上走下來個拉美裔老哥，他手裡拎着一只门二子五金超市的廉價塑料破袋子，裡面塞着大約10萬美元的舊鈔。他原本是個替墨西哥販毒集團跑腿的馬仔，但在前一天剛被捕，此刻成了美國缉毒署 DEA 的線人。這10萬美元也是警方準備的誘餌。他的任務是找一個中國人匯錢給墨西哥的幫派。之前遠在墨西哥的上家發來指令，讓他去見一個中國人，並給了一串美元鈔票的序列號作為接頭暗號。來接頭的中國人真名叫韓華志，我們就叫他老韓吧。他沒戴大金鏈子，沒花臂紋身，看着就像剛從中餐館後廚下班的普通中國大叔。兩人互不相識，沒有合同，也沒有西裝革履的銀行風控。10萬美元就這麼當街交易啊？那怎麼驗明正身呢？拉美老哥掏出手機，點開上家發來的那串序列號，老韓則默契地從兜裡摸出一張皺巴巴的1美元紙幣，手機屏幕上的號碼是 G5915410C。老韓手裡的紙幣序列號 G5915410C， 這就對上了。這張連個熱狗都買不起的紙幣，就是地下金融帝國裡的一次性驗證密碼。這是一種原始卻不留電子痕跡的物理隔絕。遠在墨西哥的上家和中國地下錢莊談妥交易，把序列號發給對方的馬仔，把實體紙幣發給老韓，只要一字不差，確認過眼神，說明雙方都是對的人。老韓點點頭，把塑料袋扔進車裡，沒廢話，主打個極簡主義。但他不知道自己早已落入網中。幾條街外，全副武裝的聯邦探員截停了老韓的轎車。真正的震撼發生在隨後對他住所的突擊搜查中。在老韓家那棟看似普通的民宅地下室裡，探員們掀開吊頂夾層，摳出一排排黃油餅乾鐵桶，裡面密密麻麻碼放着110多萬美元現金。隨後又在壁櫥裡翻出了像牛排一樣被真空封裝的約20萬美元鈔票。他們還看到了一個點鈔機，長期使用都被盘得包漿了，俨然一個地下金庫啊！人赃并獲，可看着卷宗的美國聯邦特工卻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今天華爾街的超級計算機0點幾秒就能完成數億級別的跨國清算，可在這個年流水1000億美元級的地下匯款網絡裡，最高級別的密鑰居然是一張1美元紙幣。更詭異的是，這筆巨款的流向，就算老韓沒被抓，這10幾萬美元也壓根不會離開芝加哥。而境外那頭想要的對應外匯，會在幾天後老老實實的出現在另一個國家的賬戶裡。SWIFT 系統裡連半個字節的跨境電文都不會閃過。錢沒過境，它是怎麼穿過去的？現代反洗錢系統最擅長抓資金軌跡，可這張網絡乾脆就沒有軌跡，各地的錢原地不動，跨境傳遞的只有指令、欠賬和信用。這群看起來毫無黑幫做派的中國人，硬是憑着幾部手機和一套非常傳統的賬本邏輯，建起了一張當今全球最大的民間地下匯款網絡。他甚至逼得美國財政部直接將他們定性為當今美國金融體系面臨的最重大威脅之一。大家好，我是張狗剩，今天咱們就來講講這個由華人打造的全球最大的民間地下匯款網絡，看看它究竟是怎麼在全世界的眼皮子底下一步步野蠻生長成今天這個倒反天罡的模樣的。特別聲明，今天講的每一件事都來自已經公開的司法文件、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聯邦法院的判決、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局的報告，還有中國已經宣判的幾起地下錢莊案。我不會講任何怎麼操作的東西，這些行為在中美兩國都是重罪。節目裡出現的每一個真實姓名，最後都進了監獄。本視頻旨在通過剖析這些案例來分析這套機制背後的成因。想要搞懂這套讓美國人腦殼疼的空間轉移法術，咱們就回到上世紀80年代，去紐約唐人街的東百老匯街看一看吧。當年這條街上有2家銀行，一家是真銀行，中國銀行分行，人家有正規牌照，高高的櫃檯和防彈玻璃；另一家在47號，表面上看就是間賣拖鞋、賣醬油和塑料臉盆的破雜貨鋪。可你猜怎麼着？當時從福建趕來的新移民全都擠在這家賣拖鞋的雜貨鋪門前排長隊。為啥放着高大上的銀行不去呢？因為當時從福建長樂、福清一帶去紐約打拼的鄉親，絕大多數不會英語，也沒有合法身份。他們在後廚一天站10幾個小時，手裡攥着的全是帶着油煙味的現金血汗錢。他們跑去正規銀行開戶，人家櫃員一句請出示您的合法證件，直接就能把這群人給堵在門外了。可他們偏偏又是全天下最需要寄錢的人，吃盡千辛萬苦漂洋過海，圖啥？不就是為了把工錢寄回老家，養活爹媽老婆孩子嗎？正規银行的大門關上了，這筆錢誰來幫他們匯？雜貨鋪的老闆娘站了出來，她叫鄭翠萍，江湖人稱萍姐。1981年，她自己也是偷渡來的紐約，從小雜貨鋪做起，
慢慢打通了一條隱秘的跨國資金通道。在萍姐這兒寄錢，主打一個3不：不看護照，不查身份，不問資金來路。不僅手續費比銀行便宜，速度還比銀行快。你今天在紐約櫃檯上交了美元，沒過幾天，遠在福州老家的親人就能穩穩當當拿到等值的人民幣。在後來美國司法部的案卷裡，萍姐被定性為全美最惡名昭彰的偷渡蛇頭之一。但在當時那群一無所有的移民眼裡，她簡直是個天才啊！自個兒單槍匹馬建起了一套自成體系的民間金融閉環。他們付不起3萬美元的偷渡費，沒關係，先欠着，萍姐給你墊。等你到了紐約，去餐館打工，拿工資慢慢還，這叫賒債。這債怎麼還？繼續走他雜貨鋪的匯款櫃檯，拉客源，放高利貸，做跨國清算，他一個人全包了。還有啊，萍姐很講信用，人在偷渡路上不幸沒了，尾款直接免除。他甚至還自掏腰包給家屬發喪葬費，匯回去的錢要是沒送到，他承諾全額賠償。一個沒有金融牌照、沒有法院擔保、沒有存款保險的雜貨鋪大媽，硬是靠着一句口頭上的丟了我賠，讓成千上萬沒名沒分的窮苦移民敢把一生的積蓄全交給他。從1984年到2000年，這張隱秘的網絡經手的資金數以億計。後來萍姐落網了，當年的雜貨鋪也变成了海鮮餐館，門口水族箱裡的氧氣泵咕嘟咕嘟冒着泡，風雲變幻的痕跡被擦得干干淨淨。但這門生意依然有很多人做。但聊到這兒，一個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物理難題還是懸在我們頭頂。萍姐當年那間擺滿醬油瓶的破屋子裡，既沒有跨國清算系統，也沒有電報機，甚至連台像樣的電腦都沒有。那成堆的美元現金到底是怎麼憑空瞬移成大洋彼岸福州村頭的人民幣的？看過諾蘭電影《致命魔術》的朋友應該記得，台上的魔術師鑽進一隻箱子，轉眼就從另一頭的箱子走出來，觀眾以為是瞬間移動，其實沒什麼法術，只是兩邊各站着一個長得一模一樣的雙胞胎。地下匯款玩的就是金融版的雙胞胎魔術。咱們舉個例子啊，紐約有個白天在餐館切菜，晚上做 YouTube 節目的王狗剩，想給福州老家寄1萬美元。他把1万美元現金交給老板娘萍姐，萍姐轉頭打個越洋電話給福州的合夥人，報上金額和暗號。第二天，福州的合夥人直接掏自己腰包，從自己的人民幣小金庫裡拿出現金，送到王狗剩老母親的手上，暗號一對，錢货两訖。這樣美元依然留在紐約，人民幣本來就在福州，錢沒跨過國境，但是賬過去了。福州這頭先替紐約墊付了錢，紐約這頭欠着福州的賬。那這筆欠賬最後怎麼平掉呢？福州合夥人總不能一直虧着吧？這就要靠反方向的需求了。有人想把錢寄回國內，自然就有想把錢弄到國外的。比如国內有個外貿老板，急着用人民幣換美元去海外进貨，他把人民幣交給了福州的合夥人。這時候，紐約的萍姐就把剛才王狗剩存進來的那1萬美元，在紐約交給了外貿老板指定的收款人，一來一回，互相抵消了。這在行話裡叫對敲。這就好比建了2座大水庫，紐約這邊收美元放美元，福州那邊收人民幣放人民幣。只要兩邊水庫進出的水量差不多，兩邊就壓根兒不需要真正跨國匯錢，在各自的賬本上互相做個減法就行了。地下匯款的技術核心就是異地抵消，這套戲法其實不新鮮，中東的波斯人上千年前就在玩了，咱們潮汕的侨皮局也玩了上百年。但像众多和萍姐一樣的華人，他們真正的不同之處是把這門乡土手藝做成了嚴密的工業级網絡。不過肯定有人會問一個問題，沒有牌照，沒有抵押，甚至出了事你都不敢報警，那憑什麼保證兩邊的合夥人不卷錢跑路？因為他們的抵押品比银行房產證還硬。這就是你爹你媽還在村裡。在這個圈子裡，經手人老家在哪個村，父母是誰，七大姑八大姨在哪做生意，彼此门清。你要是敢吞錢跑路，找上門來的是你整個宗族，你爹媽在全村永遠抬不起頭，你兄弟姐妹的生意跟着黄摊子，連你家祖墳都得挨人指點。正規銀行是拿資產做抵押，而這張網拿的是一個人在故鄉的全部社会關係做抵押。那會兒在美國的華人沒有什麼朋友，他們的精神寄託都在一條條親情紐帶上，所以信用雖然沒寫進白紙黑字的合同，但違約的代價叫做社會性死亡。在這張網裡，有些人可能不怕去美國坐牢，但他們是真怕過年沒臉回村兒。這種基於鄉情與信用的對敲，安安靜靜地賺着匯差，也盛滿了海外華人寄回老家的鄉愁。但維持這套金融魔術的前提是兩邊的進出水量大致相等，而接下來發生的變故徹底打破了這個平衡。剛剛說了，錢能瞬間移動，玩的就是一招異地對敲的雙胞胎魔術。
但這套空間轉移法術能長期玩下去，有個物理前提，就是你大洋兩岸資金池裡的水位必須得大致平衡。你想啊，紐約收了1萬美元，福州就得往外掏等值的人民幣，对吧？在过去漫長的幾十年裡，這條地下長河兩邊的流向是大致相等的。可誰也沒想到，這江水突然有一天掉頭倒灌了。2000年之後，隨着中國經濟一路狂飆，北上廣深的房價衝上雲霄，千萬、億萬級別的民間財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群先富起來的老板們睜眼一望，嘿，自己的生活早就全球化了，廠子開到了東南亞，生意做到了歐洲，孩子送去了波士頓讀私立，太太在溫哥華看中了海景別墅，兒子在開紅色法拉利。哦，這個不是，這個是一派胡言。這時候他們卻面臨着一個現實，中國人的民間財富已經長成了一頭幾噸重的巨象，可外匯管制的閘門依然卡在那個鐵打不動的數字上，每人每年5萬美元的便利化购匯額度，這額度還不讓你用於境外買房、買股票啥的。5萬美元對於當年偷渡的洗碗工來說是一筆巨款了，可對於如今急着去加州的爾灣全款拿下一套豪宅的人來說，連交個房產稅都不夠，財富要出海，正門擠不過去，怎麼辦？只能找暗道了。尤其是到了2015年夏天，發生了一件震動金融圈的大事，那就是811匯改。當時央行突然對人民幣匯率機制進行改革，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在短短幾天內出現了近20年來最大幅度的貶值。這記重錘直接砸醒了富人們敏感的神經，手裡的人民幣貶值風險陡增，一夜之間，資產避險的急迫感和恐慌的情緒在富人圈裡蔓延開來。你越限制購匯，他心裡越發慌。隔壁老李把錢弄出去了，你不走，是不是手裡的財富就白白縮水了呀？只要有幾個人大喊着衝啊，跑路啊，剩下的人哪怕搞不懂匯率機制，也知道身邊的人開始跑路了，所以引發了大逃亡。這時候他們哪裡還顧得上合規？只要能把手裡的人民幣變成境外的硬通貨美金，哪怕承受巨大的黑市風險，支付離譜的高額手續費，他們也砸着錢要往暗道裡擠。30年前是海外的窮人排着隊往老家寄錢，現在是國內的大佬們急紅了眼，要把成百上千萬的人民幣塞進錢莊的管道。泼天的富貴是砸下來了，可地下錢莊的老板們卻很愁，不知道咋辦，因為双胞胎湊不齊了。國內合夥人每天收人民幣收到了手軟，現金堆得像小山一樣，可洛杉矶、紐約、溫哥華的賬戶裡那些留存的美元快被這群買房避險的中國土豪們抽乾了。以前錢莊伺候的是每個月寄1000美元的打工人，現在伺候的是大老板，張嘴就是下周給我準備500萬美元現鈔，手續費好說，但錢沒法過境，只能靠對敲。你在國內收了海量的人民幣，在海外要是拿不出等額的美元交給人家，這戲法還怎麼變啊？信用一旦破產，砸的可是整個家族的飯碗啊！去哪兒找海量的幾百萬上千萬的實體美元現鈔？華人錢莊的北美經紀人們急得眼冒綠光，把地下世界翻了個底朝天。最後他們盯上了美洲大陸一個擁有海量無痕現金的群体，他們就是拉美的販毒集團。特別聲明，接下來這一段全部來自美國司法部的公開起訴書和缉毒署的通報。當時他們正把成噸的非法毒品賣到美國，這些集團賺了很多非法收入，但他们卻面臨着跟中國富豪完全相反的痛點，他們都快被美元現鈔給淹死了。毒販每天在芝加哥和洛杉磯的街頭收回一堆的10塊、20塊皺巴巴的美元。現金這玩意兒平時看着真香啊，但到了幾千萬美元的級別，運輸保管就是個大問題。1000萬美元如果全是20塊的零鈔，得有半噸重，體積能塞滿幾輛皮卡。這堆現金存不進銀行，帶不過海關。如果自己雇人往墨西哥強行運，半路被美國缉毒署截胡的風險比當初把毒品運進來還要大。以前這筆錢是怎麼處理的呢？他們會找哥倫比亞或者黎巴嫩的傳統洗錢黑幫，那幫人動作慢，還特別拽呢，手續費也賊高，動輒抽走10%。最氣人的是，路上要是錢被警察繳獲了，洗錢集團兩手一攤，算你倒霉嘍，天災人禍與我無關，根本不賠。就在這些集團對着滿屋子發霉的舊鈔發愁時，以李希志為代表的一批華人地下錢莊經紀人敲開了拉美黑幫的大門。他們沒帶槍，沒紋身，看着像中餐館老板，但遞上的卻是一份讓整個美洲黑道集體懷疑人生的報價。起訴書裡記下的條件是這樣的：手續費只要1%，大額客戶甚至免單，到賬時間以小時計。最關鍵的一條，現金如果在途中被執法部門查扣，損失由他們自己承擔。這個報價在美洲黑道那邊幾乎無法理解。
手續費低到接近於零，還倒貼保險。當然，沒有人是來做慈善的，對方根本沒意識到，在華人錢莊那套龐大網絡裡，拉美黑幫只不過是他們這套金融流水線上一個專門提供美元現鈔的供貨商之一。在這套把美國聯邦探員們都看傻了的商業模型裡，華人錢莊玩的是一魚三吃。第一吃叫無息進貨，就像咱們引子裡的老韓那樣，在芝加哥停車場靠一張1美元紙幣接下毒販的那袋子現金。對錢莊來說，他們拿到了北美最緊缺的美元庫存，而且是一筆連利息都不用付，別人還求着你收下的天量現鈔。第二吃叫狂賺恐慌溢價，拿到這批美元現鈔後，錢莊轉身就把錢交給了急着在加州買房的中國老板的代理人。中國老板在國内按照遠高於官方的黑市匯率，把等值的人民幣外加一筆豐厚的手續費，也就是恐慌溢價，打進了錢莊控制的境內賬戶。這個恐慌溢價有時候甚至高達10%。你看啊，沒有任何1美元跨過太平洋，上游交出了美元，中國富豪拿到了美元，而錢莊在國內賺到了富豪急於出海而支付的巨額差價。第三吃跨國屏障，魔術還沒完呢。現在錢莊在國內拿到了海量的人民幣，但在賬面上他們還欠着境外那邊一筆等值的比索，對吧？因为对方也要把錢弄回老家。那怎麼屏障呢？錢莊用手頭的人民幣去浙江義烏、廣東深圳的工廠大買特買服裝、鞋帽、電子產品，甚至化工原料，然後走正規海關運往拉美。貨物到了當地，由華商網絡接手一賣，換成乾淨的墨西哥比索，最後舒舒服服地打進對方的賬戶。獨資變成了小商品，小商品變成了比索，中國富豪的錢變成了美國的房產，不僅賬平了，而且順手還能賺一筆跨國貿易的利潤，供需兩端配合完美。Bingo！ 這個網絡很大，很多普通留學生、網約車司機、小貿易商都是這個隱形網絡裡的一部分。當然了，利潤也相當可觀。所以，哪怕開頭說的老韓的100多萬美元在地下室被 DEA 查抄了，錢莊大老板眉頭都不皺一下，大筆一揮計入運營損耗，轉頭就自掏腰包把比索賠了出去。40年前，雜貨鋪的萍姐對福建老鄉喊出那句“丟了我賠啊”，40年後，這套源自中國鄉土社會的信用契約直接被搬進了跨國犯罪集團的合同裡。諷刺的是，中國外匯管制的閘門壓得越緊，國內客戶為了把錢弄出去，願意支付的恐慌溢價就越高。華人錢莊從國內同胞身上賺得盆滿缽滿，他們給拉美那頭的報價就能壓得越低，甚至倒貼。原本是為了防範國內金融風險、保衛外匯儲備而降下的鋼鐵閘門，竟然在暗流湧動的地下世界裡，陰差陽錯地給了全世界最兇殘的犯罪集團發放了一張史無前例的超級折扣券。當華盛頓的探員們看着線索板上兇狠的販毒網絡竟然和溫順的華人超市連在了一起，才驚覺黑金與中國財富已經合流。當北京的監管層看着急劇縮水的外匯儲備和異常的資金流動時，兩套世界上最龐大的國家機器，雖然動機截然不同，但槍口卻史無前例地同時轉向了這張隱秘的巨網。你說你認識很多墨西哥人，我們才來的，這粉純嗎？你要是不信，可以試試。狗剩，驗貨。哎呀，受不了了，纯，肯定是纯的。很好，看來你很誠實，錢給你。真實在啊，勁真大。不行了，不行了，太上頭了。這墨西哥辣椒做的酸辣粉是辣啊，辣的我都快說不出來話了。嚇死我了，倆神經病，窮的都吃一碗粉了，還問東問西的。15年以後，中美兩套國家機器開始從兩端夾擊了。美國缉毒署和聯邦調查局盯住華人商戶，中國的這邊外匯、金融與公安系統也開始層層加碼，兩邊各有目標。美國要切斷毒品集團的現金回流，追的是洗錢還有組織犯罪之類的。中國更關心資本外逃、地下換匯和金融穩定，一個從美元入口打，一個從人民幣出口打，地下網絡夾在中間，日子當然不好過了。那段時間新聞通報裡，地下錢莊似乎隔三差五就被連根拔起。現實更麻煩，每一輪打擊確實會抓人、鍛鍊、抬高成本，可成本最終會變成手續費。
轉嫁給急着出海的客戶，圍堵越密，黑市價格就越高，利潤又吸引更多人鑽研新辦法。監管每出一道題，地下網絡就連夜改一次卷。第一輪是零售端的巷戰，811匯改後，個人購匯用途審查越來越嚴了，手機銀行裡會彈出承諾書，明確告訴你了境外買房、證券投資等用途不在便利化購匯範圍內。而且借七大姑八大姨額度螞蟻搬家也會被銀行風控捕捉了，好幾個賬戶短期向同一個境外賬戶匯款，很容易觸發警報。這種辦法對普通家庭打擊挺大的。過去一家人找10個親戚，每人匯5萬美元，境外就能拼出一筆首付。後來系統開始同時看付款人關係、時間密度、收款賬戶和備注，單筆都合規，拼起來就像一對螞蟻扛着同一塊蛋糕。雷達上太顯眼了，他們就開始限制你。錢莊又想到雇水客，把收來的銀行卡藏在衣服夾層，帶到香港的 ATM 上輪番取现。監管隨後又降低了每人每年境外取現上限。香港銀行的保安運營中心 SOC 要是檢測到某人在一台 ATM 前滯留半小時以上，還頻繁換卡，會立刻調取監控並通報。你看啊，零售網絡的弱點很明顯，人太多，動作太碎，任何一個跑腿被抓，任何一批賬戶被標記，都可能順藤摸瓜扯出一串人。小打小鬧還能湊合，流水一旦上億，這套辦法累得像拿吸管抽游泳池。零售通道越收越窄，但需求越來越大啊！每天流水到了1000萬、上億美元，大象已經塞不進冰箱了呀。那怎麼辦呢？那就給他穿西裝、打領帶，讓他辦成國際貿易，大搖大擺走正門唄。這就是 TBML 了，就是基於貿易的洗錢。下面關於浙江金華那起涉案4100多億元的內容來自官方資料。我們說一下啊，2015年前後，趙先生的公司盯上了 NRA 賬戶，也就是境外機構的境內賬戶。這類賬戶本來是為了給國際企業來中國，給他們跨境經營提供便利的。在當時的制度和業務環境中， NRA 賬戶資金調度相對便利，又快，限制又少，所以趙老板就利用了這個 bug。趙老板在當地人眼裡很可能就是一個夾着公文包每天跑銀行的普通生意人而已，可在那只公文包背後是一條純手工的造假流水線。為了讓銀行覺得所有匯款就是普通真實的國際交易，他們分工明確，有人注冊香港空殼公司，有人刻章，有人做合同，有人偽造商業發票，甚至還有專人負責讓整套單據在格式啥的上面挑不出毛病。客戶把人民幣打來，他們就拿着整套單據去銀行，你好，我們香港公司要採購一批化工原料，這是合同，這是發票，這是報關材料。審核人員看到公司印章、金額和用途都能互相咬合，敲下回车，資金隨即套上一件跨國貨款的外衣，再通過相關賬戶向境外調度。這裡的關鍵是把非法跨境換匯偽裝成銀行最熟悉的合法語言。銀行看不見客戶背後的真實目的，只能看材料了。錢莊便把材料做得比真生意還整齊。後面警方查到，他們1年多的涉案金額超過4100億元，比當時海南1年的 GDP 還高，足足130多萬條資金流水，平均到每一天都是一個讓普通會計看了想請假的數字。嚇人的是利潤率，每轉1萬美元只賺幾十元人民幣匯差，聽着像白忙啊，可極薄的利潤乘上省級經濟體般的流水，照樣是一門大生意。傳統黑幫追求一單吃飽，趙老板玩的是互聯網平台那套邏輯，單價給我打下來，流量大到天上去。但是呢，假賬終究有物理痕跡，銀行只看自己的材料時，每一單都像真的。海關、外匯、公安把數據庫接起來一比，你畫皮就裂了。賬面貨物跑了幾百億元，海關記錄裡卻找不到匹配的集裝箱。你旗下某家公司採購量大得驚人，辦公地址可能只是一間小屋，同一批模板換個抬頭，又成了下一筆貿易。後面辦案人員把電腦裡的虛假合同和發票打印出來，好家伙，有3.5萬張，摞起3米多高。趙老板進去了，地下網絡也看明白一件事：物理世界有極限，現金太重，一次零檢就會露馅；假貿易單據太厚，數據一碰就穿幫。銀行卡、人臉和異常流水在監控系統裡像雪地上的黑腳印。地下錢莊擅長把單筆交易藏起來，國家機器擅長把100萬筆交易拼回去。數據一旦打通，局部看着挺正常的動作，會突然顯出一整幅圖案。這就是物理世界的詛咒。只要交易依賴承貸現鈔、銀行賬戶、海關印章和 A4 紙，規模越大，留下的痕跡越壯觀。你可以藏住一隻螞蟻，很難藏住一支每天準點搬家的螞蟻軍團。就在中美兩國的國家機器以為能把地下錢莊瓮中捉鱉的時候，地下江湖迎來了一場降維打擊。一個沒有重量、不用海關蓋章、
甚至連銀行賬戶都不需要的工具，徹底接管了整張網絡。它就是 USDT 泰達幣，行话就叫 U。你可能会問，黑灰产洗钱为啥不用大名鼎鼎的比特币？因为他们并不是 A 股的散户，换汇客户是来求财的，不是来炒股的。比如今天收了1000万换成比特币，明早马斯克发条推特，直接暴跌20%，这口200万美元的大黑锅誰背啊？如果买了空气币，第二天连本金可能都要没了。U 的关键設置是它锚定了美元，一個 U 永遠差不多是1美元。它轉賬1000萬美元，跨越半個地球，只需要3秒鐘，手續費不到2塊錢。這等於老天爺給地下錢莊印發了一款價格穩定，還能瞬間跨國的賽博美鈔。有了 U， 過去那個為了對敲必須建立的巨大實體資金池，被炸成了看不見的數據粉末。跨國洗錢演變成了一場連面都不用見，名字都不用問的雙盲盒對撞遊戲。咱們通過美國司法部 DOJ 在2024年6月剛解密的財富跑者行動真實卷宗來說清楚這兩個盲盒。第一個盲盒開在加州洛杉磯，2021年的洛杉磯東部，墨西哥一個大型販毒集團的代理人就跟華人地下錢莊搭上了線。對方的人開着車，把幾十磅重用皮筋捆的美金現鈔送到了華人說的地方。華人洗錢經紀人，也就是洛杉磯當地的 U 商，看一眼錢，立馬掏出手機，往對方提供的錢包裡打入等值的 USDT， 叮的一聲，成噸重的這些不知來路的現金，變成區塊鏈上的一串虛無代碼。送錢的人轉身就走，對上游來說，這筆錢已經算得上脫手了一半。那這批實體美金最後怎麼套現呢？這就得看第二個盲盒，它開在國內。此時此刻，國內急着把錢弄到加州買房的老闆，把1000萬人民幣交給了境內的 U 商，拿到了 U。現在盲盒到了最後對撞的時刻了，中國老闆坐在自家的真皮沙發上，打開錢包，把手裡的 U 一鍵轉給洛杉磯那個收了現鈔的華人 U 商，只需3秒鐘，叮，代碼到賬。洛杉磯 U 商轉身發指令，安排下面的人把車庫裡他們留下的美金現鈔安安穩穩地交給了老闆在加州爾灣的房產經紀人。Nice， 閉環就這樣合上了。你看啊，上游甩掉了燙手的舊鈔，中國老闆拿到了洛杉磯綠花花的美金。而中美兩地的 U 商躺着吃透了驚人的黑市匯差和國內客戶的恐慌溢價，三撥人相隔萬里，互不相識，沒有任何一分錢跨越了太平洋的海岸線。SWIFT 清算系統裡連個標點符號都沒閃過，1000億級別的錢就這麼神奇的在雲端抹平了。然而魔術再精妙，這台機器終究只是個通道。當1000億級別的財富如決堤的洪水般湧向這條暗道，一個扎心又很難回避的問題來了。究竟是一股怎樣的絕望與狂熱，在源源不斷地為這台機器提供燃料？那些哪怕寧願跟犯罪集團共用一條管道，寧願忍受高昂的黑市剝削，也要像做賊一樣把錢弄出國的普通中國人，到底在逃避什麼？當美國金融犯罪執法局的超級計算機把全美幾百萬個賬戶的流水拼合在一起時，華盛頓的探員們看着屏幕，倒吸了一口涼氣。根據他們發布的調查報告，短短4年間，涉嫌與中國地下錢莊相關的可疑交易額高達3120億美元。接着，老美一拍大腿，直接在國會聽證會上蓋棺定論了。好家伙，這絕對是由中國頂級黑幫操縱跟拉美犯罪集團深度綁定的跨國洗錢帝國。人嘛，總是習慣用自己的認知去誤解世界。美國人可能懂黑幫，但他們不懂中國。他們感覺好像這些匿名 USDT 代碼裡流的全是貪官的黑金、毒販的毒資。其實支撐起這座影子央行底座的，絕大多數是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辛苦攢出來的乾淨錢。那裡面有洛杉磯中餐館大叔切了10年洋蔥，被嗆出無數眼淚才攢下的3萬美金；有東莞外貿老闆熬了無數個通宵做出來的微薄貨款；有國內普通中產夫妻掏空錢包給海外留學的孩子湊的買房首付；更有民營企業家四處求爺爺告奶奶，用來保住海外供應鏈，給工人發工資的救命錢。既然大家賺的都是乾乾淨淨、沾着汗水的辛苦錢，中國人為什麼非要冒着跟犯罪集團共用一條管道的風險，連被黑吃黑了都不敢報警？偉大這台機器的究竟是什麼呢？我想你我心裡都有答案。資本是全天下最聰明也最膽小的東西，它不怕吃苦，就怕沒底。當產權的邊界在現實中偶爾變得模糊，當我的錢到底安不安全永遠在風中飄搖時，恐慌就成了最原始的本能。政府可以用大壩焊死物理閘門，但永遠管不住人心對不確定性的惶恐。無數個人為了發工資，保半生心血，被逼成了地下錢莊的客戶。錢的命運其實就是人的命運。
咱们中國人骨子裡是安土重遷的，誰天生願意背井離鄉，去別人的屋檐下當個異鄉人？誰不懷念國內的發小老友？走在芝加哥冷冽的寒風裡，誰不懷念夏夜街頭那煙火氣繚繞的燒烤攤？可是，為了護住一磚一瓦壘起來的家，很多人只能咬着牙，把自己變成那串隱秘代碼的一部分。很多時候，在錢真正動身之前，心就已經先碎了，也先走了。